生老病死，这是伫大自然的法则里。生，咱是带着过去生啊，迄个业识种子啊。你看有的人哦，身体足好的，人拢讲哎哟，这个人足有修行的哦，对啊，这种有感应心的迄个业识，伫过去生都已经大来。虽然家境啊不如意啊等等，但是呢，对伊的心啊，迄个业识的内底无怨无愤，总是感恩啊。不过安尼的人生啊，阁都爱看，咱有福缘啊无，也若是无迄个福缘啊，就是伫贫穷困难中，无法度通得到好的姻缘啊，那得到什么法改变人生？过去生啊，有种到这个福缘啊，因才有机会得到生命中的贵人啊。所以讲起来，咱学佛啊，毋是干那学伫这世人，咱的心啊，伫人事物中啊，咱停留伫倒一个所在有颠倒，咱停留伫倒一个所在有了故惑污染，咱停留伫倒一个所在得到不正因，或者是呢，伫倒一个地方，咱有得到迄份的福缘啊，这呢，拢总是伫过去、现在、甲未来呢，非常的关联伫咧。所以，咱爱甲人结好缘啊，咱爱时时警惕咱的心，咱毋通颠倒，心毋通有污染。咱若颠倒，有人来甲咱扶正的时，咱爱赶紧呢，徛好正，咱呢爱行着路，安尼呢颠倒，咱嘛有法度呢，搁再行着的路行，安尼呢，咱过去生啊，互咱的习气呢，咱这生会当改，咱会当好带着一个好的脾气。伫来生呢，现在生呢，咱再修养更较好咧，增长咱的智慧。来生呢，做人人生命中的贵人。现代的社会很复杂，陷阱也很多。什么是陷阱啊？那就是意念。我常常都说你们不要以为大陆目前的比较呢，经济上有困难在内陆里呢苦难人
不少。我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天呐，一定会改变。果然呐，改变得很快哦。记得呢，我们曾经到过贵州，在贵州我们去投入救灾的时候呢，是因为一场水灾的因缘呐，引进了慈济，走到了贵州。还记得第一次慈济人的脚步呢，踏上了这一块土地，看着实在是不敢想象，那样的地方有人住啊。我们现在的人啊，常常都要到郊外去啊，爬山去啊，到很多的地方哈，都是奇形怪状都是吸引人的地方啊。其实啊，那么漂亮的山景里，竟然困住了许多人的生活，变成了历史的穷。那贵州本来就是大陆最穷的一个省，有这样的形容说：天无三日晴啊，地无三里平啊，身无三两银啊。可见是多么的穷困但是呢，他们都不想离开这个地方，代代世世都在这里这样生活过来。因为它地无三里平都是石头山怎么样种粮食呢？就是石头与石头中间的裂缝，他们就是塞进了1、2颗的玉米的种子，就等待了这一粒种子能慢慢长出了玉米，那个等待与结穗，就是这样辛苦就看到了，年轻人都不在这个村子里大部分他们都要到城里去，留在这里的就是老人家，还有幼小的孙子。在那里的孩子，每一个人他们的期待所求不多，只想要读书。他们爬山下山，到学校要走了好几公里的路，他们背后背着的就是小妹妹，兄弟轮流背着上学校去读书。他们的功课不输于别人。这么小的孩子要读书他要走多久请问大人们你们20公里的路，你要走多久没有人陪都是孩子跟孩子结伴上下山，路是那样的险要，我们看来实在是真险要那走到边无张地落落去。但是他们的孩子多么的自立那一边的父母是不是不疼爱孩子？不是，是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生活就是没有办法。小李。
也看到了小春枝，他一家有5口，妈妈去工作了，很远啊。2个姐姐呢，因为现在大陆不断提倡的孩子一定要上学，听说姐姐呢也是去读书，到了学校呢要走1、2个钟头的路，来回就差不多将近4个钟头。那个时候小春枝还没有上学的年龄嘛，家里的事情都要他打理哦。他要起屋放牛，他呢还要起地，他就是要看管这一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去盖慈济村，就挨家挨户呢去访查。所以呢，到了他的家的时候啊，这个孩子很会有待客之道哦。他知道有人要来看他呢，那他就赶快要来接哦，把客人呢带到他的家去，然后呢，他就会懂得烧水。炉灶哦，根本就是用石头卡给扣起来啊！那他就是这样的下水哦。虽然都是很简陋，但是看他很利落的动作，亲像咱古早人讲哦，阴茶落草吼，就是这样。他会去给倒水给放落去吼，他就赶快去洗杯子，洗得干干净净，刚好呢，水开了，他呢就会去拿茶叶来泡。记者在问他说：“这个茶你喝过没有？”他说：“我是喝过，蛮好喝的。”好，你不舍喝哈？他就点点呢哈，真的不舍喝啦。跟他对话呢，听来都是，哎呦，很可爱哦吼，好人安尼听到句句都入人的心落去呢吼，好人足疼惜的啦，心疼，会当个想要甲摸来笑笑。那跟他谈了以后呢，客人要离开的，他就是送客啊，送客的人就是要最后面嘛，所以把人呢，安尼改安尼上出去，而且呢，唱了一首歌，跟我们的慈济人呐道别哈。那听到一个很悠扬的歌啊，配着那样的凹凸不平的山哈，真正是哈，让人感觉到讲，人啊本来就是那样的潜能、本能、纯真。慈济送去了米，我们给他们分2次发放，一次是2个月的米粮，一个人呢30斤，给他的大米，给他的油，还有糖，还有饼干。看到了孩子呢，煮饭啊啦，在他们的炕取暖，一方面呢，也有热腾腾的米饭吃。我想，那一天是他们最高兴的一天吧。看，这么小的孩子，要做家事，要照顾妹妹，还要读书，没有怨言，只有期待。第一，期待着有书念；第二，期待着过年爸爸妈妈能回来。看着看着，好不忍心哦！为什么他们所住的地方是这样呢？抬头所看的啊，没有片瓦，就是有瓦呢，也都是散落的啊。可以呢，满天星啊！
往四片墙壁看啊，都可以呢，从门口透视到他门后的墙壁后面的环境啊，我不会形容他们的家睡在哪里呀？有的都是就地，在边啊，在咧煮饭啊、破店啊，那石头甲瓦来会灶啊，那真正的就地烧柴呀，也就地睡觉啊。那么下雨的时候呢，棉被都是湿哒哒的啊，到处都是破烂。这真的看到好心疼哦。虽然我们却救灾，同时冬令救济，我们给的新的棉被啊，下雨来的时候还不都会湿哒哒吗？同样的啊，这不是就近啊。如何才能让中人人、年少的人愿意回来？唯有一个方法：迁村。还记得我在医院的慈济部开会，我提出啦要帮他们迁村啊，所有的慈济人都说那有可能，因为贵州呢是历史性的穷啊。我就说，可知道历史是什么吗？时间跟人与人之间长时间来的，我们应该呢，用我们现代的人与人之间去改变了久以来历史的穷困。我们现在呢，利用现在的时代，把握当下，人人的爱心集中起来，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呢，为这一群困在山里啊，受尽了这样的大环境的摧毁啦，让他呢，老人家在他有生之年呐，也可以来得及，让他脱困啦，让他们的儿女呢，可以从远地归来呀，让他的孙可以呢就地受教育，那这样子呢，才能让他们改变人生啊！一切都是人所为的，只要有心有愿力啦，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跟当地政府沟通，希望在交通很不方便，而且呢，房屋都已经真的都破烂了，不能住人。这样的人家呢，帮他们迁村搬下来。当然啦，也要为他们盖房屋啊，山坎坎坷坷啦。你知道啊，要稳健在入去是多么简单呢？看，这都是慈济人的爱心啊！在这一块土地呢，就这样重重叠叠的困难也是重重叠叠的把它挑起来。看着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安全的地方，下雨不怕落雨啊，那风吹呢也不怕风寒啊，看着安心多啦。各位，只要有心就不难。从
97年开始我们进去，是了，安居下来了，也要按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想如何让他们容易谋生。那现在呢，已经把他从很深山的搬到外面来了，他们就是要去做工或是要做小生意，也不困难哦。那么看到了孩子呢，最重要就是教育，有教育才有希望嘛。看，这孩子都高兴不只是有新屋新的房子你看他们又有文具呢，还有背包还有靴子你看那物件他们从来没看过的呢。你看，多快乐我在看着他们的欢喜，真的是自己也很开心。我听说一进到这个地方呢，这个两边的房屋呢，他们当地人说像2条龙因为呢，咱都要顺伊的地势安尼行嘛，所以因当地的人就欢喜的讲中国人喜欢龙。那么在贵州呢，看整个山呢，多了2条活生生的龙出来了，他们非常的感恩。那再来，我们也在那一边也是盖学校有孩子的教育，不只是给他一时的用具，其实呢，要让他们有长久的接受教育，因为教育是为他们的希望在哪？小学、中学，从97年开始动工，98年了，这学校呢已经启用了。这几年的时间，这些囡仔真正读书呢，虽然还是行真远的路，但是他们有个好的学校，而且不免赶飞人来行就没有那样的生风安尼入来了。我们呢，不只是为他盖了小学，我们还要助学，那个房子。好，师督祝福你要加油把这个放到里面来。实际人长期呢做关怀，学校关怀奖学金等等当初贵州呢是99%肯定无法读书，现在呢是100%都有书读那都是因为呢慈济在这10几年来，我们走入了贵州，改变了贵州的穷困的历史，所以已经呢不知几十个村庄了，慈济把它签下来，你的生活改变了生活。馆长呢真欢喜，因讲遐个迁落来遐个家庭拢开始有存折了啦。寄金铺偌济钱因讲上济有10万块以上的，那还有5万多的那这种的改变因的生活，打工方便那这个起居呢，对自己有信心那给他们一个呢很像样的房屋住，很自然了，他们就会这个心不只是安落来，心呢那已经安居了，他有家，还有呢拥有的一个圆满的家这个3代同堂那父子在一起孩子可以上学读书那父母亲可以呢做小生意可以去打工出门回家等等所以呢身心安住下来，像一个家，所以因起家啦。
还记得有一个村子啊，我们帮他们盖房屋啊，那石头都要看一块一块用拍的，当然不忍心用炸的啊，还是要用人工的，一块一块呢这样打，那让他呢有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盖房屋，这就是我们为他们盖的这一个村呢，有30几户吧，盖好了，他们搬进去了。只要有慈济人，双脚能走得到的地方，眼睛能看得到的地方，双手能伸到的，他们就会有接受的机会。所以啊，看到了，信与不信，有信的，哪怕他是穷，也可以碰到了慈济，这就是有信的。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我们走不到的地方还多得很呐。碰到了慈济人，慈济人爱心的付出，还有他们有被爱的机会，多温馨啊！是啊，我们还要再努力。甘肃啊，那就是在1998年我们看灾团，它是什么灾呢？旱灾，长年累月啊，都是那干旱呐。伫古早迄个山嘛是真水咧，但是呢，经过了几千年、几百年不断呢，人伫咧移居到迄个山顶去迄个所在呢，开垦厝厝树等等，所以呢，现在的甘肃多数啦，拢是沙漠化，拢沙漠化啦。因往地下就无水，要爱河水、溪水，无可能。既然地下抽不出水来，那大自然的山河溪水，佫饮袂到，安尼伫遐要安怎生活呢？因为就是靠雨水，雨水经过了厝顶，流落来涂骹。涂骹才甲挖一个大窟来储蓄迄个水。爱种做无水哪会活？就是伫迄个窟里，爱真补偿，摕桶灌水，还未种落去的时，就用迄个细的杯伫桶底舀水来，安尼一丛一丛，伫迄个番麦骹。安尼该滋润一下，滋润一下。想看卖咧，一丛番麦才有2岁呀。发用若无好的所在，根本这个番麦销量嘛袂好啊。遐个人要靠这种的种作来生活，咱会当想象。这种的苦呢，敢若欠水都真苦。咱去甲伊采访的时，看到一个家庭，一个查某人去打水，因为睡觉的水呢总是真有限，一年的中间才有一次的雨季，这水要会当。甲这个家庭一年的中间有够用，那就都爱真欠用所以伊就爱，搁再去，安尼搬过几粒山，不管是
落山爬行，担着迄桶水啊，担甲平平出来。啊，这桶水呢，到底是啥物水？真正的浑浊的水，看到安尼的生活，毋只是水咸，家庭阁是散。查甫人就是爱去外面讨趁啦，留伫厝内底就是老的啦，幼的啦，就是靠着这种中年的妇女、少年的查某囡仔担水，该访问的时，伊就是讲担水的工课，就是这查某人爱负责啦。担偌久啊？几十年啦，逐工就是安尼生活安尼过，所以一世人的时间啦，因的生命时间就是浪费伫水里嘛。无水转来，家庭无法度通去生活。咱想看卖咧，咱出世伫即种的环境，咱敢毋免用着真感恩的心来过这个日子，来珍惜这个空间。从1998年久旱成灾呀，已经到达了滴水都缺啊，所以呢，我们那一年从4月30号踏上这一片土地，一直到5月初呢，走遍了这一片干旱黄土上，了解到了家家户户啊，真苦啊！所以呢，园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为他们做水窖。水窖呢，那就是要靠天下雨啊，从他们家的门口啊挖一个地洞，而且呢，让有下雨的时候，把房屋上的或者是地面上的水，安尼给扣咧吼入迄个地窖里面呐，这都是要靠天下雨，有雨去的时候就有水用了。所以呢，因有了水窖了后啦，因呢生活改变啦，农作物呢会当将迄个水窖的迄个水吼，会当担去因一张番麦一杯漱口杯吼，安尼一杯水啦3张番麦吼，安尼看见咱一杯一杯水偌呢珍惜呢，真正呢，安尼规片的番麦园哦，都是靠一块后养一后水，安尼3丛3丛。那咱台湾吼，就水管牵的吼，就开始一支安尼长开始就甲钻去啊吼，足无珍惜水的。人因遐是安尼，虽然是安尼压啦，因呢总是番麦种起来啦，马铃薯啊，嘛是同款安尼压啊，所以因呢经济改善啦。上欢喜的呢是遐查某人，唔免去担水啦，所以呢，因会当专心的照顾好家庭。一个水窖就是一个家庭嘛，生活经济都改善。同时呢，我就提起说，这样的可能呢，未来的气候会越激烈哦，可能呢，未来连滴水都难下哦，或者是呢，会有大的时候很大，或者是干的时候会很干，不均匀呐。那么在山上呢，已经呢变成了一座一座山，都像
成了沙漠了，唯有一个办法，人离开那个地方，这个山呢，它才有再恢复这种养息的机会。因为有人住呢，那就是永远都要开垦，所以呢，一定要让人离开了那样的大山。那在那个地方呢，有下雨，我们给的水窖呢才有用；没有下雨呢，我们给的水窖也没有用。我希望会当伫平地里呢，较洼平地、较洼河水的所在，该迁川落啦。大家人较辛苦，会当呢，互因代代生存落去。唔免讲伫山顶的人啊，中年龄、年轻的人离乡背井啊，规年的时间呢，无法度回来探望伊的年老的爸母。唔免讲吼，年老的爸母伫家乡无人照顾。唔免讲细汉的囡仔呢，隔代来抚养，老人敢若伫咧带孙。哎呀，唔免互遮幼细的囡仔无书好读。所以呢，就一直呢跟王副总提，就说你若去大陆。甲因讲吼，是毋是呢？迁村规划，王副总也说，啊，落来到山，搁较落来呢，平地是无土地啊啦，啊，还是呢伫半腰林呢，嘛是同款无水啦。那我就说，你们常常回来啊，报告这样的地理啊，那下面不是有黄河吗？用是啊，有黄河啊，黄河的水要打吼，较难啦。所以呢，可以让黄河的水逆流到山上，可以呢，你若甲伊搬较低落来哈，应该呢，现在的科技啦，不是做不到。黄河水啊，是从甘肃呢，迄个大山的下面过啊，我都不轻易的讲一句话，会当互黄河的水呢逆流往上啊。你讲哪有可能？我现在的科学绝对有可能吼，无想到讲安尼讲的话大陆啊，真正甲黄河水引逆流走，因会当做这个站用讲引对迄个黄河落来，安尼行处处行往上水呢，就是用迄个马达改。放起哩分做几站啦，一个站安尼呢，引起哩到咱现在咱自己改起的新村慈济村啦，已经呢有黄河的水站已经引到了我们慈济的大爱村，这呢是一个。千川的模范川呐，真的很有贵人呐。在当地有一位领导王毅先生，他负责啦，领导啦这样的一群的同仁呐，就是守住在这一片土地上来规划。其实这位王主任呐，从我们做水窖开始。一路陪伴越陪伴呢，越了解慈济的这份诚正信实、慈悲喜舍的精神。他也是被慈济人的精神所感动，所以从水窖一直呢，一直到现在呢，我们帮他们规划，他来负责整片村庄的。工程所以成立了这一个呢慈济研建移民新村项目办公室。几年来真的实在是很用心在做。
村庄落成了啦吼，那好热闹哦，那整个村庄呢已经呢那样的整齐啊，也是很壮观哦吼。那道路的平坦啊，而且呢也有自来水咯吼。一位奶奶哦，她现在看到了，一转水自来了啦，她好神奇呀！各位菩萨们，我们的水是这样的放在安尼直直流，他们呢是连看都没看到哈。所以说来呢，已经呢，慈济帮他们呢有这样的规划，每一个人呢都有200坪的土地，而且呢有房屋啊，所以呢，这个住的没问题了，而且很干净哦，那里面很冷，也有炕哈，这个炕呢，当天有安呢暖和和的一层哦，那里面呢什么都有，所以呢，他们很感恩嘛吼。那一天呐，前村呢启用了，到了晚上了，就朗朗的听到了背英语的声音出来。哇，这一群人啊，他说一辈子呢也没想到会有这样好的哈，所以他一辈子都想不到啊。但是呢，我最感恩的是这位王主任，他说人家给的爱不只是硬体的，我们应该软体也应该呢要用感恩心，所以呢，他们也希望全村的人呐，都要用慈济的爱竹筒岁月呢来回报了哈，这就是他们在推动的。他们的农作物呢已经有水啦，而且呢，所种的农作物呢都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枸杞呀，一些中药哈，比较高贵的中药，所以慢慢收成好啦，生活改变啦。现在呢，很多家庭呢都买起车来，也有耕耘机，也有小轿车，也有小货车，真正的一个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啊，转贫为富了。这都是因为呢，一念爱心啊，动员了很多人呐，爱的点点滴滴呀，这集合起来，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呢去帮助他们。同时呢，村里也盖起学校来啦，孩子们的读书啊，就在村内很方便，就可以上学了。这都是呢转变人生。虽然台湾与大陆距离那么遥远，但是呢，普天之下，我们同样的一片天，同样的一片地呀，能帮助人的感觉真好啊！我真感恩啊，也真正是真感动。咱台湾啊，为起点，安怎疼惜水资源？要安怎疼惜呢？这个水土保持，希望讲哦，人若迁落来呢，山顶才有养食的机会。人若卖伫遐，都袂一直开垦，袂一直去五谷杂粮，因会当伫迄个所在造林，伫遐会当互伊树仔呢开始搁大长。真呢，必定爱人离开迄个所在，人毋通伫遐大，树仔甲种起来，互伊即种沙漠的大山啦，变成了呢，会当养护水土保持的大山，这是山顶的水库
这是真正非常的重要。所以这回引起参加联合国叫咱去讲水资源国际间 NGO 的所去观摩，要学习取经的啦。这已经呢，很多人都要了解说欠水的时要安怎，我们就要把这个水窖还是留着，把所有的水呢赶快扣入去地下哈。总而言之啦，许许多多感人事，真的很感动。过去我是讲吼，人较早是登山过台湾，是为着性命吼，生活啦。咱即马台湾过长山吼，是为着要开拓伊的慧命的成长嘛吼，就是用那一份真正的清净、感恩与尊重的爱。希望每个地方都有一个观世音菩萨、2个观世音菩萨都可以哈。5拜凡夫合起来都有一个观世音菩萨了。希望你们呢，都造福一些人间菩萨哈。爱洒人间呐，在大陆呢，才能真正的启发哈大家啦。希望慈济在那里呢，变成那个主流社会的一股清流。希望讲因即马大好在开放这几年的中间是拢一定的往经济在冲嘛，这样子呢会很容易迷失人心呐。所以呢，我们这一股清流要及时在那里呢。赶快开辟出来吼，才能加减吼会当做一寡清流的情况。咱台商呢，因为慈济是从台湾起的嘛，台商慈济人要以身作则，用这份的这个清流呢去增长慧命。